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o 哥，今天跟大家分享本周强度排行榜 A3B 最终的排行榜。这一周只要牌组有空位，大家都会放红牌跟火星这两张牌去骚扰对方哦。甚至如果你的牌组的空位更多的，会放更多的红牌跟火星去骚扰对方。本周没有 T0 牌组 ，T1 牌组第一套卡普明明、杰拉奥拉、花舞鸟和一张的阿尔宙斯。这套牌组是带电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3.99%。起手只要是卡普明明或是杰拉奥拉都是非常好的起手。杰拉奥拉如果在后排的，我们也可以使用小光去把它的能量呢填给我们的前排，看你是要填给花舞鸟，让它去针对 ES 宝可梦，或是填给阿尔宙斯来收尾，都是 OK 的。卡普明明一颗能量就可以打20，然后帮自己充一颗能量。下个回合我们再手填给他就可以打90哦。在前期速攻牌组来说，这张牌非常的强势。电线我们虽然只可以放给电系的宝可梦，但是如果我们电系的宝可梦被昏厥了，我们后排有阿尔宙斯在，你也是可以把一颗能量填给这个阿尔宙斯的哦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我们阿尔宙斯呢更快的填满能量。这套牌组是目前最高胜率的一套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。接下来是银半战兽杰拉奥拉和一张的花舞鸟。这套牌组是带电能量，胜率有 53.44%。如果你觉得花舞鸟起手会非常的麻烦，这个花舞鸟你也可以不用放哦，它是一张各有优劣的一张牌。如果你起手是花舞鸟的，会非常的难受，你还要填能量给它让它撤退哦。但是花舞鸟可以很好的针对 EX 宝可梦。如果你不想带花舞鸟的话呢，我们的手牌就会非常的顺哦。不管你起手是属性空或是杰拉奥拉，我们下个回合都可以打出这个伤害哦。当然最理想的是第一个回合杰拉奥拉就全部都出来了，属性空一颗能量打20，正面就打40。下个回合进化引半战兽，然后使用一张支援者就可以打100，这个伤害非常的高哦。为了让整套牌组更顺的话，其实花舞鸟是可以不用带的，这个大家可以去做一个选择哈。那如果不带花舞鸟的话呢，这张牌我们可以放红牌，就可以更多的去骚扰对方的手牌。只要对方没办法快速进化，那我们这里的打一个速攻牌组，也是可以把对方给压制住的哈。因为杰拉奥拉放了2张，所以这里的是带了2张的小光啊。接下来是暴击纹、贝洛美郎和一张的紫玉剑和野火辉夜。这套牌组是带草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3.35%。前期费洛美郎可以前后各打20，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次日的把对方关键的牌抓出来揍哈。费洛美郎或是紫玉剑被昏厥之后，我们可以用妈妈来把能量填给暴击纹，让暴击纹可以快速的做出这个120的高伤。有了铁火辉夜之后，我们就不怕这个纳兹也可以灵活的换位哦。这里一样的是带了一张的火星跟一张的红牌哦，这算是目前的主流带法。接下来是银半战兽花舞鸟和杰拉奥拉，这个跟刚刚上面一套不同的地方是，前一套呢是带了2张的杰拉奥拉，这里呢是以花舞鸟为主，是带了2张的花舞鸟。最理想的起手就是杰拉奥拉在首2回合就要出来哦，不管他是在前排还是在后排都是可以的。我们可以用小光呢去填这颗能量，因为杰拉奥拉只带1张，所以小光这里只带1张就够了。这样子可以让我们更快速的让花舞鸟作战。能量是带电能量，胜率是 52.77%。这2套迎战半兽搭配杰拉奥拉花舞鸟的牌组的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，看哪一套是比较适合你的哦。接下来是甲贺忍蛙、尖子伊布和奇拉蒂娜。甲贺忍蛙可以任意对对方造成20点伤害，次日就可以把对方后排抓出来哦。尖子伊布进化就可以抽2张。这里我们是有带水跟超能量的，所以仙子伊布也是可以作战哦。2个能量打70，这个伤害也是蛮不错的。再加上手里剑就是打90了哦。前几个回合如果能量不对的，或者说我们不需要去作战的，可以用奇拉蒂娜被动来充能，奇拉蒂娜也可以帮我们补最后130的高伤哦。这一样是带了1张火星跟1张的红牌。这套牌组目前胜率有 52.71%， 玩起来还是非常的爽哦。接下来的是达克莱伊、奇拉蒂娜，这里都带了2张的头盔跟1张的斗篷哦。如果你想要带2张的毒针也是可以的，这看大家怎么去思考。这套一样呢是带了1张的火星跟1张的红牌去骚扰对方的手牌，还带了1张的古芝麻，可以很好的去卸掉对方的道具牌。这套牌组非常的稳定哦，在那么多版本里面也是非常的强势。这带了2能量，胜率呢是 52.71%。有很多人在问呢，它的能量要不要带2跟超啊？我个人推荐的还是只带2能量就够了哦。接下来的是伊布牌组，火伊布 EX 和1张的火伊布。
夜伊布 EX 和1张的仙子伊布 EX， 这人是带了4只伊布。这套牌组只带火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2.47%。夜伊布 EX 的被动只能填给他自己。我们也可以用火伊布 EX 特性去帮我们填能量，还有3个能量之后就可以来打这个130的高伤哦。这张普通版的火伊布，你可以带这一张3颗能量打出110的，你也可以带2颗能量打40的，这个就看大家怎么去取舍。这2张都是 OK 的哈，各有优缺点。这一样呢是带了1张的火星跟1张的红牌。接下来是上一周才刚加入的烈咬陆鲨搭配战锤龙和1张的仙子伊布 EX。这套牌组只带豆能量，目前的胜率有 52.11%。因为化石比较难抽到，所以没有抽到化石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使用仙子伊布呢来快速的抽牌，或是先用烈咬陆鲨来作战。只要能成功把战锤龙或烈咬陆鲨做出来的胜率还是会非常的高哈。接下来的是喷火龙 EX 搭配仙子伊布 EX 和1张的火伊布。这张火伊布我们前2期影片就已经有谈到了，第1期影片是推荐大家带3颗能量打110的。第2期影片是带2颗能量打40的那一张，其实经过了实测呢，这2张都是可以的，要看你是在怎样的环境去使用。这张牌其实就是用来针对花舞鸟嘛，所以呢3颗能量打110呢是可以直接秒掉花舞鸟的，但是你要凑齐这3颗能量，你的前排喷火龙就要去扛多填能量的回合。如果你是使用2颗能量打40的，你的喷火龙就可以少扛一下这个伤害，然后你2颗能量就可以先打40，下回合再打40，打2拳把对方的花舞鸟给收走。但是这样子对方的花舞鸟呢是可以操作，它是可以撤退的。所以呢这2张牌都各有优缺点，大家可以去看哪一张比较适合你们，或是现在环境比较适合哪张，你们就去带哪一张。如果对方是使用花舞鸟的，我们喷火龙刚好是5颗能量的，可以推荐大家一定要记得用它的第1招再去冲3颗能量，这样子我们撤退之后呢，它还是会有足够的能量，可以让它去打出这个150的高伤哦。这套牌组除了遇到花舞鸟之外，打的还是非常的爽的。这套牌组目前的胜率有 51.38%。接下来 T1 的最后套牌组20大王搭配虚无伊德和铁火辉夜，这次带了2张的毒针和1张的头盔。虚无伊德的被动是毒的伤害会加10啊，如果2张都在场加20哦，所以就等于每个回合对方都会扣30滴血，这个毒伤害非常的高。20大王2颗能量打30，如果是正面的次数够多，也可以把对方的能量都丢掉哦。这是一招可以翻盘的手段哦，只要你把对方的能量丢光了，基本上对方就没办法跟你作战，你可以用你的4颗能量去打120，还是非常强的。这一套目前的胜率是 50.43%。接下来的 T2 牌组第1套银半战兽搭配战锤龙，这套牌组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。如果化石来了顺起来的话呢，是非常的强势的哦。这一套牌组目前的胜率有 49.54%。接下来的 T2 第2套牌组日神菇，这套牌组目前的胜率有 48.5%。有些人会用日神搭配仙子伊布，但是经过实测之后，大家还是发现日神菇才是最佳的组合。这套牌组最大敌人就是花舞鸟，为了防止花舞鸟，我们可以多放1张玛基亚娜，2颗能量打40，如果对方是有特性的，就可以再加40点，就是打80点的伤害呢，是可以直接把花舞鸟给秒掉的。这也是日神菇唯一一个可以处理花舞鸟的方法，大家也是可以去试一下哦。接下来的是 T3 牌组第1套纯的赤焰咆哮虎，这里一样是带了1张的火星跟1张的红牌。这套牌组目前的胜率有 44.75%， 差了1阶进化是带了2颗能量打50的。如果我们遇到花舞鸟，我们也可以进化这一只呢，去帮我们打这个50。如果我们已经进化了，那我们也可以去用灼烧伤害呢，去打掉对方的花舞鸟。这里我们是带了1张的头盔，也是来防止花舞鸟的哦。跟这主流呢，这里一样是带了1张的火星跟1张的红牌哈。接下来的是 T3 的最后一套，也是本周的最后一套牌组甜点。这套甜点在后宫的胜率非常的高哦，只要甜点砸可以累积起来4到5次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装奶油1颗能量打出160或200的高伤哦。这套牌组目前的胜率是 42.22%。这就是我们本周的强度排行榜，也就是我们 A3B 的最终强度排行榜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？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的，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的讨论一下。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快看，6个影片不约，快看，6个直播，后来1颗订阅，6个不约。